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16号，咱们今天呢只聊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纽约时报》呢今天发表长文攻击神韵和法轮功。这篇文章啊，《纽约时报》准备了超过1年的时间。根据我的了解，这个星期一的上午，就大概是4天以前，《纽约时报》呢出于职业要求的考虑，将一些他们认为需要核实的信息呢发给了神韵。当时这边的陈英女士和布劳迪先生啊，就是 Levi Brody， 他们呢就指出了《纽约时报》准备的这个报道中有若干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以及呢他们怀有明显的偏见。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已经要最后这个发表之前让你发表一些评论的话呢，那一定会一意孤行，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到底。事实上呢，在神韵这边给了回馈之后，他们只修改了极少的措辞，引用了我们的一些回应，然后呢就在今天发表了。而且今天发表的不是1篇文章，而是3篇文章。如果说呢有一篇议论文哈，这个它需要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话，我必须要说《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只能得0分，因为它的论点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然后呢它的论据充斥着谎言，它的论证过程、它的逻辑链条极为脆弱，然后呢文章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一个议论文的基本要素全部缺失。我一会儿呢会举例来说明这个事情。除了攻击神韵之外，《纽约时报》今天还专门发表了一篇谈法轮功的文章，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说。首先呢，我必须要说明的是，《纽约时报》对于神韵和法轮功的攻击，从手法上和从攻击的角度上，跟中共是如出一辙。大家知道，在199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给法轮功造了很多的谣言。大概呢，这个谣言我觉得分为4类。第一类的话，就是说我的师傅敛财。这次《纽约时报》呢，就说神韵赚了很多的钱。第二呢，就是这个中共说我师傅在宣传世界末日，事实上我的师傅从来都没有宣传过什么世界末日。中共当时特别把我师傅说的一句话叫做世界末日是不存在的，这个不字给你剪掉。那《纽约时报》的话呢，在重复同样的说法。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共说法轮功让人生病不吃药死了1400个人，《纽约时报》呢就说神韵演员受了伤拒绝就医，这个也是谎言，一会儿上证据。第4点呢，是对我师傅的个人攻击。当时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当年我师傅刚刚传法的时候跟着师傅，后来呢又背叛了师傅的人，就这些背叛师门的人，中共是专门采访他们。这一次《纽约时报》呢是采访了所谓的神韵的退役演员，看到了吧？他们不采访神韵的现役演员，不想听他们讲述关于神韵的光明的故事，因为一个人在离职的话，他有可能会出于比如说这个艺术上没有达到标准啊，有的可能是违反了纪律。有的话自己可能会有什么想法离开的哈。那么每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就像一个公司的员工辞职一样，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令人愉快的故事啊。有一些人的话，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相信，如果《纽约时报》去采访谷歌啊，采访这个推特啊，就是采访这个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啊，或者比如说哪怕是采访脸书的话，他们能够找到1000个对原来的雇主不满的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都可以把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大的公司达到一定就是有离职人数的公司描述成为一团黑暗啊，就把他们妖魔化。那么这个《纽约时报》的话，就专门找这些离开神韵和飞天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报道中说，他们采访了20几个人。即使在采访了20几个，而且是离职的人，他们也只挑出了7、8个人心怀不满，而且只能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甚至他们还讲说，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神韵给他们的这个就是塑造了很好的职业道德啊，就是对这些人对神韵的话，对这个法轮功的话，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这个说法。这个《纽约时报》为了假装中立的话，是不得不引用他们一些正面的说法哈。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他在采访的时候，这个 sample 哈，在这个采样的时候的话，就是身怀偏见。他们对于曾经在神韵待过的超过1000名的演员的正面的信息视而不见。在神韵作品上，这个神韵 Creation 这个网站，在神韵的官方网站上有大量的我们演员展示自己的生活啊，展示自己艺术的这些所有的信息，他们全都视而不见。纽约时报呢，这个我首先要说哈，这个我们下面就要说一下它具体的这个内容。首先我要说，纽约时报花了1年多的时间采访，却根本就没有做最基本的功课和事实核查。fact check 根本就没有做 ，due diligence 根本就没有做。在他们发给神韵的邮件中啊，声称神韵每年的演出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OK，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神韵每年的演出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只要打开神韵的网站，所有的演出日程全都是公开的，因为你要卖票嘛，对吧？你不可能把
演出的地点和演出的时间藏起来。所以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的功课，哪怕只花5分钟，点开神韵网站看一看每年的这个日程的话，你也会知道神韵演出是从每年的圣诞节开始，到5月12号之前全部结束。总共是4个半月的时间，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时间呢，这个演员会回到总部休息，所以整个演出的时间大概是在4个月到4个半月之间，绝不会是至少5个月。就是如果你连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都会搞错的话，那我们就觉得你《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具备一个专业记者的敬业精神，而且完全不在意你们报道的时候引用的所谓的事实其实是虚假的啊，就是你们引用的论据是虚假的。在神韵这方指出这个基本的事实错误之后，他们当时是礼拜一上午的时候发过来邮件嘛，说在星期三中午之前要给一个回复。那么在星期三中午给出回复之后呢，指出这些基本错误之后呢，他们在实际报道的时候不得不修改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错误。那么他们在报道中呢，还有一个地方哈，声称神韵演员就是飞天的学生啊，其实是飞天的学生啊，不是神韵的演员，就是飞天的学生，在受伤之后呢，拒绝就医。然后呢，说在非常严重受伤的情况下，确实有就医的，但是就医的人只是极少数啊。他们的原文是 in rarity 啊，就是说只有很少很少 rare 嘛，就大家知道就是极少数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人这个受伤之后都不去就医啊，只有极少数的人去就医，而且是非常严重受伤的情况。然后呢，神韵这边呢给他们回复说，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小的伤痛的话，舞蹈老师可以处理的，自然就处理。比如说需要贴个创可贴之类的。像《纽约时报》所谓的那种严重的这个受伤的话，就我所知，就我本人所知，那是100%的送医的。不仅在总部训练的时候受伤会送医，在外巡回演出的时候也会送医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在法国，我知道的哈，就是这个有一个演员受伤了之后到法国去，这个法国的这个医生到医院给他检查啊，说你需要做手术。后来的话呢，第2天又检查了一遍，说不需要做手术了，这个养一养就可以了啊。那个演员的话就离开了我们的演出团啊，然后到这个台湾去养伤。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演员的话，他的这个 well-being 啊，他的这个健康状况是非常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演员如果身体状态不好的话，他是把演出质量这演出就毁了。我们怎么可能是不让这个演出有那么一个达到最佳的舞台效果，让演员非得要带伤去演出呢？有的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小的伤痛啊，比如说这个胳膊怎么划了或者挤了一下之类的，就是说，但是觉得还能够演出，但是那种坚持那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而且呢，就大家知道，在这个你看那个 NBA 比赛啊，篮球比赛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呢，这个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话，他们也是带伤的，那是一种职业道德，他们觉得没问题啊，我可以坚持，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演好，把它坚持下来，我不能够让我的观众失望，这是一种职业道德。但是严重的情况下的话，那绝对不会让他上场的，那因为他连整个演出的质量的话都会拉下来嘛。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的话，我们是有 data 的，我们背后是有医疗记录为证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话呢，就可笑的要求神韵提供所有的医疗记录作为证据。大家知道啊，私人的医疗记录在美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叫 HIPAA 啊，要受到 HIPAA 的保护。没有本人签字同意的话，你怎么可能把医疗记录发给《纽约时报》呢？对吧？你是谁呀？而且医院也不会给神韵那些这个每一个来看病的人他们私人的这个医疗记录，这个 medical record 那是不能往外给的。所以呢，就是说《纽约时报》说，你们要想说你们确实是大家都去这个重伤就医的话，给我们看看证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些美国法律禁止提交的私人记录提交给《纽约时报》，我们想举证无从做起。而且大家知道，在美国这非常简单，谁指控谁举证。《纽约时报》在指控神韵不送医，所以你《纽约时报》才有举证的义务。神韵作为被指控的一方，他是 presumably innocent， 就是在未经这个定罪之前的话，他就是无辜的，没有举证的义务。然后呢，《纽约时报》在我们指出这样的问题之后哈，就是你们这个 in rarity 根本就不对啊，根本就不是事实。他们只是删掉了 in rarity 啊，就是这个极少送医这个极少这2个字，但仍然保留了生病不送医的指控。大家知道啊，这个舞蹈演员受伤啊，那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虽然现在的医疗比较发达，而且有各种保护的措施，但是受伤是在所难免的。2022年的时候，大家看一个数据哈，美国国家医药图书馆啊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他呢发表了一篇对于舞蹈教育的全面的统计数据啊，这个是关于专门就是 dance education 啊，就是舞蹈教育，这个里边呢对这个受伤的比例啊 injury rates 进行了调查，这是完整的统计数据。其中呢研究表明，专业的舞者
受伤率通常在每1000小时的舞蹈练习中就有0.8次到4.7次不等。换句话说，你的期望值就是你每训练1000小时的话，就可能有2次受伤。他说这些受伤大多是因为过度使用引起的慢性损伤。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古典舞啊，它这个要求很高的，它那个翻腾的话，在空中的话，那是比一个人大概得有这个2米多高，就是这个一个翻呐，就是空中这个空翻呐，整个人翻起来，像那落地的时候的话，砸在地上的话，它这个对于他的膝盖啊，对于他的软组织，那肯定是有很大的这种冲击的。长期这么下去的话，它会引起这种慢性的损伤。这些受伤的话，大多是就比如说下肢、脚踝啊、膝盖啊或者臀部之类的等等。这是美国的数据哈，就是1000小时大概有0.8到4.7次不等的受伤。其实呢，这个数据可以跟澳洲的这个数据是互相印证的。澳洲数据的话，他们统计出来的话，受伤率哈，大概是每1000小时是有0.8次到9.3次，跟美国差不多，比美国稍微高一点。澳大利亚这个舞蹈这个学生啊，或者是演员受伤的情况呢，几乎所有受访的舞者啊，就是他都报告过说他自己这个受过类似的伤。这个他们这个报告哈，就是97%的舞者在职业生涯中，他会经历过1次或多次的重大受伤，97%啊，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澳大利亚当时统计，这个 Australia Dance Organization 啊，他的统计的话呢是说，这个在1年之内啊，过去12个月之内，有73%的舞者报告了至少1次与舞蹈相关的受伤。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个舞蹈不光是要受伤的，这个就是练舞蹈有可能会受伤啊，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再一个呢，大家知道搞艺术的人呢，通常都追求完美，为了在聚光灯下绽放那一刹那的辉煌，在台下不仅费尽苦心的练习，就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嘛，而且很大比例的人啊，搞艺术人他们都会有些心理问题。美国政府网站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这个 mental health 啊 in dancers，就是在舞蹈演员中的他们的这种精神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说精神健康的问题。它里面统计数据讲什么呢？说专业的舞蹈演员，尤其是芭蕾舞者，常常面临多种心理问题，包括饮食失调，因为维持身材嘛，焦虑、强迫症以及完美主义的倾向。这些问题啊，在舞蹈领域比一般人群中更为突出。在欧洲的研究中发现，专业舞蹈演员中饮食失调的患病比例达到12%到26.5%，也就是说，有1/4的专业的舞蹈演员都有饮食失调的问题。在挪威国家的芭蕾舞团的研究中，这一个饮食失调的比例甚至高达50%。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舞蹈演员，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心理健康的压力等等哈，因为比如说职业的不确定性，因为作为一个演员来说的话，找工作是很难的。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得了奥斯卡奖的这个来自于台湾的导演，就是李安嘛。李安在1978年的时候到这个伊利诺伊大学去学这个电影，当时他的父亲就非常的反感，当时他的父亲给了他这个一个数据，这是在李安自己的回忆录里边讲的哈，他的父亲给他讲说，在美国的百老汇每年大概有200个 job opening 啊，就要招200个演员，但是呢要有5万人去竞争这200个职位，你就不用说在舞台上做主角了，你就是能去跑龙套，那对你来说的话都是千幸万幸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他们面临着极大的这种职业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压力，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保持身体的形象，还有来自于教师、来自于同行、来自于这个观众的这个高的期望值，所以很多舞蹈演员他们都有严重的心理困扰啊，比如说抑郁或者是焦虑。给大家讲这个数字的话，都是常人社会的研究哈，讲的是外面那些跳芭蕾舞的人。然后呢，这个我就有朋友从事芭蕾舞行业的哈，你调查一下就会知道，所有的芭蕾舞演员，所有的没有例外的，他都要靠足尖立起来跳舞嘛。芭蕾舞的舞鞋前面是非常硬的，是一块木头，靠脚趾头承受全身的重量，而且还有在空中跳跃之后落下来之后是脚尖站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几乎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经过脚指甲脱落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啊，甚至是10个脚指甲全掉。大家知道那种十指连心的，那个脚趾甲脱落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而且不止一次，大脚趾外翻呐，各种脚踝和腿部的伤痛啊等等。对他们来说的话，每一个芭蕾舞员都经历过。你像一些竞技体育啊，像这个篮球运动员这种什么跟腱断掉啊，足球运动员被撞了骨折，实在是太常见了。如果按照《纽约时报》的做法，这些职业包括所有的竞技体育全部取消不就完了吗？对吧？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哈，有人就是愿意为了艺术和体育去献身去努力，就是为了那一刹那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相比之下，我前面讲都是一些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常人社会了，就是外面那些其他别的就是这个从事舞蹈或者竞技体育的数据哈。但是相比之下，我必须要强调，神韵演员在甚至可能长达10多年的训练和演出过程中，我们演员受伤的比例相当的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和在生活中的那种形象，俊男美女是吧？不光是外表和身材会让人眼睛一亮，他们的气质非常阳光，笑容非常灿烂。这绝对不是什么《纽约时报》所说的霸凌或者是虐待能够得到的结果。当然，作为一个舞蹈演员的话，你可能会有压力，比如说你需要保持身材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像这个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他们就明确规定说，你要想跳芭蕾舞的话，你得在你自己的身材和你的健康饮食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比如说那种在这个就是T 台上走 T 台的那种专业的那种模特哈，那一个一个精瘦的，他们每天吃什么？可能就吃一个苹果，吃一把坚果啊，喝很多的水，绝对不能碰任何碳水化合物的，所有好吃的那些什么高糖、高盐、高油的东西都不能吃，糖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蜂蜜不能吃，米饭不能吃，面不能吃，所有碳水化合物都不能碰，都不能碰，他就是为了保持他的身材。但是人家自己愿意啊，对吧？这你管不着啊，是吧？如果你要觉得你真的想做一个舞蹈演员的话，那你就要保持身材；你不想做的话，你完全是可以走的。这就是一个人职业的选择嘛。纽约时报他说这个神韵演员的薪水非常的菲薄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其实纽约时报采访的人不是神韵的演员，他们主要是飞天的学生，然后到神韵去实习。这些学生是通过实习的方式啊，我们叫 practicum 去完成学业，获得学分。那么他们在巡回期间，包括在校期间拿到的任何报酬都不是工资，大家注意啊，都不是工资，只是一种补助啊 ，stipend 或者说是 subsidy。另外呢，就是他们在飞天学习期间是学费全免，吃住全包，一年四季的服装、舞鞋、团服、箱包等等全都是发的啊。冬天发大衣啊，这个夏天比如说发这个 T 恤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这个夹克衫，秋天发夹克衫，一年四季的服装、舞鞋，这个穿的那个西装、衬衫之类的全都是发的，箱都是发的，都是免费给他们的。大家知道，外面私校啊，读一年学费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像茱莉亚的话，就是5万多美元学费一年，而且还不包吃包住。那神韵的学生啊，不是神韵的学生，飞天的学生哈，每个月他有补助，加上他的吃啊，他的免费的宿舍，使用水电上网，各种福利开销，发的各种各样的衣服等等，1分钱都不花。一个人平均下来的开销，一个月啊，一个人平均下来1个月的开销啊，就是吃住啊，什么水电各种福利开销，大概在加上他们自己还要领一定的补助，加在一块的话，大概在2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这些都是作为飞天的学生得到的福利。再加上学费，如果一年3万到5万美元的话，其实一年他们本来应该交的就是6万到8万美元，但是1分钱都没有交。这个跟茱莉亚的一年5万美元的学费加上2万多美元的生活费呢，是差不多相当的。然后呢，飞天艺术学院、飞天大学要把这些学生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在世界最顶级的剧院演出。这个对于很多有艺术梦想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呢。你到百老汇上，你想去到一个音乐 musical 到一个音乐剧里边去跑龙套之类的话，人家不见得要你。所以这个能够在世界最顶级的剧院演出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我记得那怎么办？就是我记得那个1983年，当时这个香港无线不是拍了一个《射雕英雄传》嘛？那时候周星驰演啥？周星驰在那演一个金兵啊，被这个主角这个一箭，还丘处机还是谁一箭从这个树上射下来，掉在地上摔死，装死，那就是他的职业。在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你只能做龙套，而且的话大概只能演一个小角色。但是这些飞天的学生啊，他们在神韵实习的时候，他们闪耀在世界最顶级的舞台上。这个对一个人来说的话，你这个任何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的话，你说让他到这个肯尼迪中心的 Opera House 啊，这个到林肯中心 David Koch 剧院啊，到什么这个在欧洲的那些著名的歌剧院，你让他花多少钱，自己花钱去飞过去住旅馆，花钱这个买一切他所需要的演出的东西的话，他都愿意啊，因为那是对他艺术成就的一种认可。而飞天的学生跟着神韵巡回的时候，1分钱都不用花，他们真正是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且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个吃的真的非常好啊，就是一般来说的话，都有20到30道菜供他们选择。然后呢，他们在演出之余的话，可以去观光，可以去购物，可以去博物馆参观。
他们的见闻之广博和经历之丰富，在同龄人中绝对是顶尖的那1%。而且如果他的艺术成就达标了之后的话，将来他就有可能真的被神韵艺术团录取成为一个神韵正式的员工。当然，任何一个学校都不会包学生的分配哈，那这个飞天大学或者是飞天艺术学院的话也不例外是吧？那如果他不能够进入神韵，或者是这个他只能离开的话，那么学校会帮助他介绍工作。或者比如说他如果想学其他别的专业啊 ，accounting 啊 ，finance 啊 ，whatever， 你想学什么东西，学校也会给一些建议或者是指导。这就是一般的大学在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有这种就是 advising 嘛，就是能够帮助你去找工作，给你一些建议，甚至包括帮你改简历等等啊。这是一般来说在大学中是属于 common practice 啊，大家都是这样做。所以实际上就是飞天大学、飞天艺术学院，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私校啊，就是一个艺术学校。你选择了这个艺术，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那就你得符合这个行业的规定。那么这个《纽约时报》的话呢，攻击这些神韵演员呢，或者是这个飞天大学的学生啊，他们的信仰啊。这个说到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神韵的总部呢是在龙泉寺。龙泉寺呢，它是一个注册的一个宗教机构。那么在龙泉寺里边的飞天大学跟飞天艺术学院呢，它是跟宗教相关的学校，叫做 religion affiliated 这个 organization 啊 institution， 它是跟宗教相关的艺术学校。所以呢，当然作为一个宗教学校的话，那你来了之后的话，你就得，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宗教的话，你就不要来哈，这一点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人想不想修炼啊，想不想成佛，那是自愿的，没有人能够逼着你，没有人能够逼着你去修佛，更不可能把你逼成佛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要真的是不想修炼的话，所以说任何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我们的师傅啊，他不相信这个师傅讲的法理，那就不用勉强自己，你就离开这个宗教学校，到常人社会去上学就完了，对吧？学校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学生说，哦，你走了，我们那么多年给你的奖学金、培养你花的钱，你把这个钱都还回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这样的事情。包括《纽约时报》在报这时候的话，他也承认说，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说补交学费的。学校其实在一个学生离开的话，可能会很惋惜啊，但是也只是希望你离开之后能够做一个好人，在学业上能够有所建树，在事业上能够有所发展。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啊，就是如果真是君子互相之间离开的时候，大家不会你骂我，我骂你啊，就是这个一而别啊，就是你走了啊，再见啊，从此江湖路远，大家各奔前程就好了。这个在飞天大学读书啊，或者是在飞天艺术学院读书的话呢，就是这个《纽约时报》指责哈，说这个学生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访问信息的控制，就说到手机的事情了哈。美国有一个医务总监叫做 Vivek Murthy 啊，他叫这个莫尔蒂啊，就是这个叫 Sergeant General 啊，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他就认为使用手机跟社交媒体平台对心理健康造成风险。所以，美国洛杉矶联合学区从2025年1月1号的时候开始，将全天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这个是美国的第2大校区，学生人数达到40万。现在，加州州长准备在整个加州执行这个决定，纽约州现在也在跟进。确实，这个智能手机对人的注意力和心理健康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这个家长对于学生这个沉迷于智能手机非常的生气，但是几乎是无能为力啊。特别包括，其实像美国的话都要进 TikTok。不光 TikTok 它是一个间谍软件，它这种东西对于人的这种注意力的伤害，对于人的这种心智的这种磨损啊、消磨，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呢，在我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网络，甚至电视都不普及的。但是我们读纸质的书啊，就是这种 printed book 啊，这种纸媒的书，一样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个学生们完全可以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多在图书馆看一些好书。这个对于学生的知识提升跟品德培养，远比上网乱看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要好得多。这个恰恰也是很多家长希望我们做到的。至于说这个飞天学校对于学生在业务上、在学业上有严格的要求啊，这个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学校都会这样做。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吧？要想成就一门学问、一种技能，都得吃苦。那如果有的人说一听到批评的话，就把它解释成为霸凌啊，就是你在虐待我，那这个我觉得这是学生自己的问题，你的理解的问题。一个人在人生中遭到挫折啊，因为违反纪律或者公司纪律受到批评甚至申斥，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走过的路。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听到夸奖没有批评的话，最后他等于是在溺爱中长大，肯定是一事无成。而且你知道，霸凌你和虐待你的话，是为了满足施暴者的这种变态的心理，而批评你的话，是希望你改正错误，让你变得更好。
OK，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哈，就是我们用常识去衡量一下《纽约时报》发的这个文章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这东西完全不符合常识。包括他们指控，比如说这个学生如果离开的话，需要登记，不能够随便离开。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他们自己完完全全的这个不懂美国的教育。但是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不懂美国的教育的话，你《纽约时报》你怎么会不懂纽约的教育呢？你怎么会不懂这个常人社会的这种教育呢？一个寄宿学校，一个 boarding school，对于学生的安全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当你这个学校是住的都是这个18岁以下的，就是我们叫 minor 哈，学校是有很大的责任的。老师其实是你这些学生的监护人，特别是当法轮功被迫害期间，中共的间谍对我们虎视眈眈，就在神韵周围就有很多中共的特务。所以如果一个未成年人下山出了问题怎么办，是吧？怎么跟家长交代？所以呢，就是说不是不让这些人出门，而是在出门的时候的话，要安排能够尽量跟你大孩子在一块儿，能够带着你安全的出去，安全的回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地方管得太严啊，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行动自由。其实任何一个 boarding school 的话都不能够允许学生随便离开的啊，这个就是未成年人都不能够随便离开的。那如果比如说你觉得我在这儿太受限制了啊，我就是想随随便便的撒开了玩啊，我想干嘛干嘛，我想去酒吧，我想吸毒，我想跟别人去酒店开房。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这个学校不适合于你啊，因为学校的纪律的话是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纽约时报》的指控千奇百怪，其实我都不愿意一一去说哈。比如说他讲说这个什么这个恋爱结婚解决身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是完全胡扯的哈。就是说好像是，当然《纽约时报》一开始哈他们所说的叫做 arranged marriage 啊，就是说这个指配婚姻。后来我们说完了之后的话，他们也不敢再这么讲了，因为每一个人恋爱结婚全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一定要跟甲结婚，或者是跟乙结婚啊，你自己去选啊。两个人在一块儿，我主持过20多对婚礼嘛，那等于是40多个神韵的演员啊，就是我主持过他们的婚礼，签署过相应的文件。有的人是和我们这个就是自己内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学嘛，就本来就很熟悉，知根知底儿的俊男美女啊，就结婚了，我觉得也看着很幸福。有的人的话，他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叫山下啊，就是在飞天或者神韵之外找到一个自己的伴侣，这个也很正常。这样的婚礼我也主持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们都是自愿结婚的，有的可能婚姻的对象是自己的初恋，有的不是啊，这个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得的，我觉得跟社会上没有什么区别啊，跟我当年恋爱结婚没有什么区别啊，就你选择了一个人嘛。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谣言哈，就是我觉得我也不想一一去澄清。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这种谣言哈，你澄清一个，他们还能够在网上造出一堆来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他用很少数的人对于神韵或者是飞天的偏见啊，或者是仇恨啊，或者是制造的谣言，当做论据来攻击飞天或者是神韵，完全不在乎其虚假，或者不在乎他断章取义，而不去问那些任何一个对飞天有正面了解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也就是说，在你报道的时候的话，你的论据就有问题，而且这种论据是诚心的。而且他们明明知道一点，就是中共一直是把攻击神韵作为攻击法轮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这个在中共的这个文件里边的话都讲过，讲得很清楚啊，攻击神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纽约时报》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完全都落到了中共的掌控之中。我刚才在这个整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哈，就是整个他的对于神韵攻击的手法，就是跟中共在1999年7月份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使用的手法那是一模一样的，整个就是一个套路，就是一个 pattern。在美国的话叫做 playbook， 就是按照中共的这种操作手册在妖魔化法轮功，在妖魔化神韵。这就是《纽约时报》它现在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他没有想到说法轮功是一个受迫害的团体，在美国是一个少数族裔。当他这样煽动对法轮功和神韵进行妖魔化的时候，其实给我们这样的 minority 哈，我们这种少数族裔和我们这些受迫害的群体造成了额外的风险。你在煽动对我们的仇恨呢，等于是。所以我觉得这是《纽约时报》它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哈，其实就是《纽约时报》他做这个事情背后很有可能不是他自己单独的行为，而是经过精密的策划和协调的行为。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就 FDI 啊，前几天发表了一个报告，有来自于国内的中国大陆3个独立的消息来源，他们证实呢，公安部和这个各省的公安厅呢召开会议，然后这个会议的话呢是这个里边有一些传达的内容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呢，那很多人他就会叫做笔记嘛，有记录嘛。其中呢提到中共从去年开始，他们所制定的策略就是用他们扶持起来的自媒体开始这个散布攻击法轮功、神韵和飞天的谣言。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对于神韵的话，攻击是非常非常的用力的。最近美国司法部刚刚公布了一个案例啊，就是有2名中国的间谍，他们呢试图去贿赂国税局、美国的 IRS， 干嘛呢？想取消神韵艺术团的非营利资格。结果 FBI 啊，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他们要做这个事儿啊，所以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呢就冒充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接他们的电话，他们就明目张胆的跟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想贿赂你，给你们钱啊，然后的话你来帮我们办这个事儿啊，把神韵艺术团的非营利资格取消。那当然，他们这么一打电话的话，等于 FBI 当然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所以这2个人都认罪啊，他们不认罪也没办法，证据确凿嘛。所以就是说，整个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自媒体所谓的自媒体对法轮功的攻击啊，包括这个《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攻击，最近还有一个纽约的杂志对法轮功的攻击，法国还有一个所谓的媒体也是对法轮功的攻击等等，对神韵的攻击，所有这一切的话，其实都是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是这些东西都不互相关联的话，那简直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啊！是我至少对我来说的话，我是难以相信说这个背后没有一个力量在 coordinate， 只不过是这些实际操作的人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就是他们可能是知道，或者是他们可能是不知道，但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中共整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正好落入了中共想让他们干的这个事情，这个才是我觉得《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背后的那种真正的黑幕。所以关于这个就是《纽约时报》攻击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展开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在过去的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边，这个联络了很多的法轮功的就是联络了很多这个前神韵演员，他们在尽力的通过一些人的协调去联系这些前神韵演员。那其中呢有一个攻击我们的人这个人的话，他的名字现在《纽约时报》已经这个公布了这个我叫他 CC 是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中文名字的 first name 汉语拼音，他当时用台湾的拼音方法，第一个字母是 C， 然后这个人他的姓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C 所以我当时叫他 CC 嘛。他呢就是这个。其实在这个《纽约时报》里边的话，有一个就是他有一部分的话是他讲的，其实呢，我知道他在他自己的节目里边提到他去了北京到了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然后的话被中共洗脑了，洗到什么程度呢？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真实的，那他根本就不相信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就已经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回来以后的话，他过来攻击我们。甚至他当时和这个，就是在台湾有一个演出嘛，是和中国大陆合作的那双方的话，那边的话是肯定出钱的嘛，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如果你看一看就是有很多攻击我们特别卖力的人都是曾经去过北京的我不想一一去点名字因为这位 CC 的话他自己说了自己去北京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变成了一个 public information， 其他别的人的话我就不想提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就是把他们都关联起来去思考的话，你就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咱们刚才提到《纽约时报》是这个发了，这个今天一天发了3篇文章，一篇文章是攻击神韵的，第2篇文章的话是关于法轮功的，第3篇文章是对第1篇文章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这个快速的这个总结。那么第2篇文章谈到法轮功的时候的话，由于法轮功被迫害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情，而且有无数的这个包括国会的这个决议，包括这个人权组织他们的这些这个存的档案，然后呢，包括比如说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等等，大量提及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所以这方面的话呢，《纽约时报》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他们只能讲法轮功确实是受到迫害，但是他们也尽力的把法轮功描述成为一个稀奇古怪的就相信一些什么这个大家就是说就看起来很古怪的东西。但是这个并不能成为你攻击法轮功或者攻击神韵的借口任何一个宗教它一定会有一些别人不能
理解的啊，或者是你觉得不能够相信的东西。比如说耶稣这个基督教吧，啊，他讲说这个上帝用6天的时间造了宇宙，第7天休息。你一般的人的话，一听了之后的话，肯定会觉得他很不科学。但是人家基督徒愿意相信呢，对吧？你能够因为这个的话，就把人家信仰自由剥夺了。你把所有的基督徒，哦，你们相信上帝6天造了宇宙，所以你们全是一些就是极端分子、狂热分子，你们都是没有理性的等等。你就因为这个就把他抓起来，可能吗？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3天复活，3天之后复活，基督徒他相信呢。那一般人的话，你能够相信说人死了之后3天能复活吗？对吧？那如果你要拿这个去攻击基督教的话，你不觉得你做的太过分了吗？对吧？本来就是信仰自由嘛。任何一个宗教的话，都有他们相信的神。那佛教徒还相信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对吧？基督教徒认为说，这个耶稣讲不凭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是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进不了天国。那你基督徒也经常讲说，你不信基督教，你将来死了会下地狱的。照你这么说的话，全都是霸凌，全都是精神威胁，对吧？全都是这个 PUA 了，对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每一个宗教，大家你可以不相信他的教义，但是如果这个宗教它是和平的，它没有伤害他人，它没有坑蒙拐骗，它没有杀人放火，它没有吸毒贩毒什么之类的，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的话，他相信什么那是他的信仰自由，你管不着。None of your business。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哈，这种信仰自由的话，你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这种攻击的话，其实你是对一个信仰团体的歧视。你断章取义的把一个信仰团体中的一些教义拿出来加以嘲笑的话，其实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对少数族裔或者对信仰团体的歧视啊！我觉得这个人才是可能是违反了法律的，有意的、无意的去妖魔化一个信仰的团体啊，尤其是 minority。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大家在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如果就是你碰巧看到哈，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是《纽约时报》了，任何一篇报道都是一样，你要把事实和观点分开。《纽约时报》完全不能够把他们所列举的那些基于谎言的所谓证据，即使是基于谎言的哈，都不能和他们的结论之间建起强烈的这种逻辑链条的这种链接啊，这种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所以这篇文章我必须要说哈，它的文字可能很花哨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文章的这个质量真的是非常差啊，而且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事实核查啊，没有做任何的 due diligence， 完全没有做功课的。这个呢，就是借着今天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吧，来讲一讲，就是我所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和背后有可能中共在背后的这种操纵啊，这种参与。所以《纽约时报》做的这个事情，恰恰是去满足了中共的他们的那个愿望啊，就是要在美国想要根除法轮功。但是我100%的相信，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就是今天想聊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咱们就讲了这么多，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吧。咱们周末的时候，到时候互动的时候的话，再跟大家聊得更多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麻烦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